我发现前段时间 Chloe 换帅、新总监上任的故事简直堪比缓缓变身熹妃回宫。她回归首秀中经典的叛逆淑女风味，更是让人仿佛看到了这个品牌的辉煌鼎盛时期，那个能与迪奥比肩的 Chloe。什么 ？Chloe 原来和迪奥是同一个咖位的？Hello，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我是 Betty， 今天的审美笔记就带着你一起来回顾 Chloe 和历代总监们的故事，并且顺带着和你解析这次的 Chloe 秋冬大秀。花几分钟看完这一期呢，不仅能收获八卦趣闻和穿搭窍门，还能让你成为朋友间那个啥都懂的时髦小道消息专家呢。听故事之前，记得在下面点赞、投币、收藏。好啦，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那要说 Chloe 就必然离不开她高开低走的 flop 辛酸史。这个故事呢，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讲起。那当时的巴黎其实还是 Haute Couture 高级定制的天下 ，Balenciaga、迪奥、包曼并列成为二战后高级定制时装的三巨头。在那个年代呢，高定是只有超级富豪和王室贵族才有经济能力能够负担得起，请这些时装大师来为自己量身定做的。那当时的普通人如果要买衣服该怎么办呢？还是要定做，但他们会让门口裁缝店的师傅按照画报上的款式 copy 一件没错，那个年代呢也流行抄作业，但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去定做过衣服的伙伴就会知道，就算只是裁缝店，价格也肯定不会低。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负担还是很高的。那一位名叫 Gabby 的女人默默注视着这一切，她希望让每个人都能够随时买到实惠又好看的衣服。于是呢，她提出了 luxury ready to wear 奢华成衣的概念，并且成立了最早的成衣品牌 Chloe。没错，就是因为他当时提出这个概念让我们现在可以自由自在的逛街，随时随地的买到各种尺码的衣服。不过现在衣服好像又开始了预定，所以也没办法说买到就买到哦。这怎么能不算是一种退行呢？不开玩笑 ，Gabby 呢因此被认为是第一位设计成衣的设计师。那他大胆质疑了当时流行的束腰和硬朗廓形，并且提出女性在工作时应该有权利穿得轻盈又自由。于是 Chloe 标志性的衬衫连衣裙诞生了。但要说 Chloe 真正爆火的时期呢，还得等到70年代。当时还是无名小卒的小佛爷 Karl Lagerfeld 得到了 Gabby 的赏识，为 Chloe 设计了这一件标志型的连衣裙，让 Chloe 一炮而红。而 Karl 时期的蕾丝、薄纱、刺绣等等古典浪漫设计，更是为 Chloe 打下了波西米亚风的关键标签。那在2001年，当时还没有成名极简主义天后 Phoebe Philo 上任总监。那 Phoebe 时期的 Chloe 呢，会更多一些高雅的气质。她尤其擅长在保留 Chloe 浪漫风格的同时，通过利落剪裁打造都市职业的氛围。她还推出了时尚界的首个 It Back Paddington 手袋，席卷了好莱坞女星们的节拍。而2011年上任的 Claire 又为品牌注入酷女孩风范，经营的廓形与荷叶边诠释浪漫又洒脱的 Chloe Girl Style。此外，他设计的包款不夸张，当时真的是火到没有之一，几乎是每位 It Girl 人手一只的程度。但 Claire 离开后的 Chloe 似乎陷入了某一种迷茫。之后接任了2任创意总监，一个是 Natasha， 她延续了老东家 LV 的硬核女战士风，试图把淑女送到猎场手刃野猪。但这印花配色与硬朗廓形，怎么看怎么和 Chloe 的风格不搭调吧。而随后接任的 Gabriella 看似重拾了品牌的波西米亚内核，却又在微妙的地方跑偏，把重心偏向了可持续环保。设计中充满了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的这种坚毅感受。大白话说就是他们俩接连的放弃了 Chloe 最擅长的浪漫主义柔美风格，那销量也自然一落千丈。对集团来说业绩一悲惨，总监就得散。告别这2任呢，这次接替上任的正是我们这次熹妃回宫戏码的主角 Shemana Kamali。但他是谁呢？其实Shemana至于 Chloe 算是老熟人了。千禧年初，在他本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只身一人从德国直接莽到巴黎的 Chloe 总部。没错，没有背景，没有推荐信，甚至连预约都没有预约，就带着作品集直接上门。你说他靠什么？主打一个用真心，用真心就可以吗？他就在那里苦苦哀求，并且等了几个小时才被允许面试展示自己的作品。关键是他还真的进了，并且开始作为创意总监 Phoebe Philo 的副手设计师 Hannah 的实习生。当时的工作也就是在复印机前面复印，然后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啦，再到后面才到助理设计师。这才是正常的时尚圈嘛，没那么多繁华的东西，就背后还是有人要去做这些重复的事情。那如果你对这种时尚圈故事感兴趣的话，之后也可以慢慢给你们分享。那让Shemana印象深刻的就是工作室里的这群女设计师们Phoebe Philo Hannah 等等，她们都是自己去试穿衣服，并且凭借自己的直觉询问这件衣服的感受和想要表达的态度。就没有太多什么概念化或者知识化的表达，灵感也是可以来自跳蚤市场啦、杂志、音乐 everything。
他们设计的衣服自己就爱穿，这就是 Chloe 真正迷人的态度。那时候的 Shamana 就明白，她自己渴望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为自己而穿的女人。那她的命运齿轮呢，也就此转动。那这个齿轮刚转动呢，就有了变数。Shamana 在07年的硕士毕业之后啊，又陆续在奢侈时尚品牌 Alberta Ferretti 和 Strandsey 任职，一直到13年才重回 Chloe。那这段经历，他的过程中一直不曾提及啊。但他第2次离开 Chloe 去到 YSL 任职的时候，心里应该还是为他留了一个位置的。YSL 的总监也对他的作品评价到：这太女性化了，太柔和，留着给 Chloe 吧。你说这故事听着怎么就不算晚晚泪倾呢？总得晚晚泪倾。因此，今年 Shamana 上任 Chloe 的总监也不算是太令人惊讶。而了解这段历史的 Chloe 老粉们更是激动地表达了对 C 贵妃3次回宫的期待。那么，沉寂多年的 Chloe 为什么会选择这位名气并不大的 Shamana？ 这一次的换帅又是否能让品牌起死回生呢？或许只有他的首秀可以回答了。而这一次的 Chloe 2024秋冬大秀主题关键词直觉、自由、女性本能，就足够表明了 Shamana 的回归初心 ，Let Chloe shine again。他将 Chloe 的经典元素再次请回秀场，对 Chloe 来说，老佛爷在70年代的系列算是品牌的精髓了。因此呢，他向老佛爷1977年的经典蕾丝裙致敬，在秀场当中大量启用华丽嬉皮的刺绣蕾丝。但毕竟那是50多年前的作品啊，为了适应现代女性的生活方式，她在造型上选择用维多利亚衬衫搭配优雅长裤，更加利落，当然也更符合当下流行的率性风格。另外，他还将70年代的时尚 icon Jane Birkin 的挚爱牛仔单品请出衫，搭配嬉皮的蕾丝单品和老佛爷设计的经典 Chloe Belt， 是不是让你看到就觉得回到了那个朝气蓬勃的70年代呢？他也没有忘记 Chloe 的标志性设计，也就是波西米亚雪纺连身裙。那他将 Phoebe 式的极简剪裁与 Claire 式的优雅廓形结合，只用堆叠的荷叶边点缀衣摆，增加走动间的摇曳风情。而 Shamana 所继承的为自己而穿的态度，也体现在这一套雪纺短裙与利落流苏外套的造型上，真的让人一秒就梦回千禧年代那种率性又优雅的女性形象。最后，这场秀也展示了70年代引起轰动的斗篷。除了柔软的织物，它还选择了更加现代都市的皮革材质去搭配紧身裤装，优雅又气场十足，是很适合现代职场女性穿着的造型参考。一片式围裹大衣和立领格纹大衣的造型呢，是那种随性不软塌、温暖又完全不束缚的自在穿着。那正如时尚杂志 Harper's Bazaar 的评价 ，Chloe 让你做自己，但并不会改变你。那如果说时尚媒体总是会对新设计师的 comeback 第1季比较宽容的话呢，其实这次发布在秀场下面的 Instagram 评论是更加能够代表大家当下的真实想法的。那汇聚起来的其实就是 Chloe Girls are back， 熹妃正式回宫了。就我自己觉得，品牌 DNA 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有些品牌选择完全颠覆它的时尚基因，就比如从自然舒适风定制时装起家的 Balenciaga， 你看它现在头也不回，直接扭转风格，成了年轻人 oversize 潮流的代名词。当然，也有品牌在发展的历程当中不断的继承并且维护品牌传递下来的核心设计基调，而我是很高兴可以看到历经变迁的 Chloe DNA 里的不羁与优雅仍在。或许这也是 Shamana 对 Chloe 在20年前触动她的女性设计师们最好的回应了。OK， 那这以上就是这期审美笔记的全部内容。我知道我很久没有出这样的审美内容了，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这种听听故事啊、学时尚的类型呢？欢迎你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留言，让我看到你的反馈。当然，如果想要支持这个系列的内容，或者看到更多的话，记得在下面点赞、投币、收藏支持。意犹未尽，也可以点进合集，或许你会发现更多你感兴趣的审美笔记内容。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成为时髦的女孩或男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What's it got to do?